喊够了，我要喊吐了。来喝一口压一压。谢谢。那两位呢？那两位还没喊够，还要再喊一圈。您为什么要带我们来这儿啊？这个地方对你们身心健康很有好处啊！每次投资会之后，都会有好几个赢家倒下来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他们太高兴了，又不知道怎么表达。去年我们投了一家光电企业，也就是一个研究环保技术的小企业，核心成员是6个工程师。在我们决定投资之后，当天晚上，全部酒精中毒，送医院抢救去了。还好最后没什么大事，要万一有个什么闪失，我们就得重新估值了。当时我们真是紧张坏了，后来咨询了心理专家，建议到这儿来，效果确实很好。厉害，这都能被你们干出学问来。我还纳闷呢，我说为什么带我们出来放松，非得来这种小孩玩的地方？原来如此。我接触过最优秀的人才，和你差不多，心里面都住着一个小孩，永远都长不大，对这个世界还有幻想，还有不满。你们是改变世界的人，而我是享受你们成果的人，我永远也成为不了你们。我就当你在夸我了。来，咱们转几圈。走！这你们家开的呀？说转就转，是我投的，厉害。走，驾，驾。把合同签了。这里是150万，密码是咱俩认识的那一天。签给有钱人吧。比梦想靠谱。
纳兰，你磨蹭什么呢？快点儿！来了。这事儿一定要问清楚。爸，我忙着写邮件呢，有什么事儿您快说。今天你们那个投资会，结果怎么样啊？关心我工作，头一回啊。魔晶胜出了，杰讯和胡油被淘汰了。这个魔晶胜出，是不是跟你有关系啊？您这么问，为什么呀？你金伯伯刚才打电话来了，他说捷讯输了，魔晶胜出，跟你一定有关系。他希望你爸爸过问一下。他手伸的可真够长的呀。输了就是输了，他还不服啊？3家运营商为他站台，他都没赢，他告状告到你这儿来，就是要给自己找台阶下。爸，你说他打这个电话给你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纳兰，按理说，我们做父母的不应该干涉儿女的私生活。你和谁谈恋爱，或者是分手，这是你自己的事情。但是金家的情况比较特殊，这么长时间了，啊，不管金城对你怎么样，你金伯伯对你、对咱们家，那都是小心呵护，唯恐礼数不周啊。金家什么实力，这个你是清楚的，对吧？我的意思是，就算是你和金城分手了，那也要和平相处，千万不能成为仇人。纳兰，你爸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吧？愿不愿意听在你。我听说你私底下给了郭新年很多的帮助，是吗？这是你金伯伯说的，属实吗？属实。好，那你就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小伙子。你们好奇心怎么这么重啊？你跟京城的事儿闹的，我和你爸爸最近是整夜睡不着觉。拜托，你以后找男朋友可不可以提前告诉我们一下呀？要不然我们心里没底呀。离男朋友还远呢啊！你就当是满足爸爸的好奇心，你跟我说说。那我跟你们说说郭新年。好。老大，快来啊！感谢洛菲斯。哎，郭新年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我打了个电话。你们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本周之内，魔晶的用户就可以达到1000万。我相信1周之内达到1000万，不太可能吧？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博客为王的时代，开心网的时代，都过去了。风水轮流转，今天到魔晶，好，再过2-3年也会过去。历史的必然规律，这是躲不掉的。我不相信，我们会不断的创造出让你意想不到的作品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是为了创造奇迹。说得好。其实，魔晶是他跟我商量出来的。我跟他认识是个误会。他第一次来我们公司，有人错拿了我的名片给他，他就一直把别人当成是我。哎，等等，我没听明白，你刚才说魔晶是你们2个人商量出来的？是啊。哎，他一直把别人错当成是你，而你却还一直在帮助他。对，所以说他傻嘛。其实我跟他认识很久都没见过面，我们俩就是靠电话、电子邮件联系的。可能是能创造出像魔晶这样软件的人，情商都不太高。跟你们说个事儿，可能你们都不信，他都来洛菲斯好几次了，
直到现在为止，他都不知道我就是纳兰。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外号，叫三哈。这就是网恋呐！不要瞎讲。你想过没有，怎么用魔晶赚钱？赚钱我们暂时没有考虑。不赚钱？魔晶现在有600多万用户，一旦收费，我们的用户量就会急剧下降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扩大用户量，扩大到上千万，甚至更多。好，那如果你达到1000万级别之后呢？那就再来1个亿的用户。10个亿，为未来的10个亿用户来干一杯！来，干杯！喂，纳兰纳兰，你在哪里？在哪里见过你？你的笑容那么……你在哪儿啊？你这是喝了多少呀？我在小酒窝。罗维，请问有一个叫罗维的人，他在哪儿啊？ Hello。温总好。是我凝望的眼睛。你干嘛？哎，我找人。这都几点了？找什么人？我找纳兰纳总，我刚看他上电梯。我一直在这值班，从来没看到过纳总上去。不可能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刚上电梯。对不起，先生，请您出去。哎，你对不起，先生，我看，哎，先生，对不起，请您出去。将退
男人嘛，要提得起，放得下。别同情我，我不需要同情。我创业失败了，我认栽，没关系。我还可以回我原来的电脑公司去上班，去给各种杰克啊、汤姆啊去舔他们的臭脚丫子，没关系。你不会的，你不是那种人。你说过你不想当戏子，还是你了解我。我不甘心，所以我脱掉他们给我的那身西服。我穿这个内裤，我跑在大街上，就是因为我不甘心一辈子待在那个像鸽子笼一样的格子间里，一辈子穿着廉价的西服，打着易拉德的领带，用那种几块钱一个的马克杯，每天就想着跟同事们怎么团购更便宜的快餐。我一身的本领。我不甘心，我这一辈子就活成一个无名的鼠辈。我就是一个无名的鼠辈啊，不是一样活得挺好的吗？我不像你，想要当狮子，当老虎，胃口太大了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我会失败？为什么郭新年会成功？我想听你说一说。其实，郭新年各方面都不如你。你逗我？他已经鲤鱼越过了龙门，人家已经成功了啊。他就是一个傻子，但是他傻的惊天地泣鬼神，他就是个土鳖。我喜欢你的这个。但是你别忘了鳖的特点，他是属王八的，咬住了就不撒口，连老天爷都拿他没有办法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赢。你就是太聪明了，想要的太多了。所以你说他是个土鳖，其实你还是在夸他，对吧？其实郭新年的智商只有100，我比他高多了。我的智商起码有250，我智商250，只不过我同时做了3件事情，每一件事情平均下来就只剩个80几，所以我就该数，我活该。你的智商可不止250，还要再高一些。我比250还不如。如果我告诉你，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爱上你了，你会觉得我是在骗你吗？现在说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，都不重要了。如果，我只是说如果，今天赢的人是我，是我赢了，我还坐在这里跟你说这一句话，你有可能会爱上我。创业失败了可以重新再来，但要是人品有问题的话，你想过温迪吗？
在一起多久了？你把你的房子都抵押了，变成钱，来支持我创业。没有你就没有忽悠。就因为这件事情，我罗威这辈子不会再爱上别的女人。等我有了钱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你那150万还给你。不欠你的钱，是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。温妮跟我分手了。刚才。我们之间不可能，因为我们不是同一类人。我不可能跟一个疯子在一起，不可能跟一个不择手段追求成功的人在一起，这样太累了。看，这就是一个鼠辈的看法。来，陪你喝一个。你好。你好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早都想来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？我看你从公司过来的，我在你家附近酒吧待了好久，我才鼓起勇气上来。你喝酒了？对，我喝酒了，但是我没有喝多。纳兰，我保证我现在特别清醒，我没有说胡话。我是温迪。温迪，好，你要希望我叫你温迪，我就叫你温迪。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叫你纳兰更亲切，更顺嘴儿。你来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别怕，我来这儿是想跟你说一句话。你说。我想跟你说一句话，我憋了好长时间。我爱你。
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我知道我在说什么，我跟你说了，我没有喝醉。纳兰，温迪，当我在西藏流浪的时候，当我在死亡谷遇到狼的时候，当我在担心我自己会死的时候，我当时只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人在牵挂着我，在为我担心，让我这个觉得是废物的人还觉得自己有这么一点点价值。这个人就是你，没有你就没有我，所以我一直非常努力，我特别怕让你失望，怕让你觉得我的不优秀，配不上你。好在我没有失败，我成功了，我今天成功了，所以我来了。我就知道我会有这么一天，我会站在你的面前，跟你说出我内心所有的感受，我对你所有的爱。今天就是这一天。我真的爱你，真的，我的下半生都要和你在一起。你为什么一直不接电话啊？你跟我说过，只要我成功了，你就会来见我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要见你，立刻，马上。喂，哪位？谁呀？这么晚了还打电话？说话呀！谁呀？不知道。我尊重你们，10几亿用户，全世界最大的电信运营商，但是你们被别人侮辱了，就这么忍着？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表态？您说的是哪个方面？移动互联网，难道不应该警惕吗？他们免费，他们提供劣质的服务，他们像害虫一样蔓延，在盗窃利益。您指的是魔晶吧？对，魔晶。我老婆手机上都弄这玩意儿，哎，这就是流行一时，像一阵风一样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博客，刚有博客的时候，大家都说报纸就会消亡，那都是那些 IT 疯子们一厢情愿的梦话。博客能发表社论吗？能代表国家的声音吗？您老啊，多虑了。也许吧。
但我总觉得在商业社会里，一个市场需要维系平衡。平衡是什么呢？就是定价权。一旦领调企业确立之后，就要跟随，就要遵守。可有些人偏偏就破坏这规矩，突然免费，要把良性秩序摧毁它，要把市场搞乱。我觉得你们应该对这种行为坚决制止。免费就免费吧，也不过就几百万用户，我们10几亿的用户，大炮打蚊子还真是给他脸了，多于理他。我们的捷讯呢，是个有未来的软件。我们有那么多手机的基站，有那么强的推广力和宣传力。像魔晶这样的小软件，就让它自生自灭吧。失败就在于轻敌。那些互联网的人最爱说的一个词儿是革命。你们还年轻，我这个年龄赶上革命的尾巴啊！我的父辈也经常提起革命往事，一群书生手无寸铁，靠理想、靠热血就能改朝换代，这例子还少吗？那些走马灯似的军阀总统，故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否？轻视他们，就会铸成大错。傻笑什么？我一直在回忆，昨天晚上不是在做梦吗？昨天晚上咱们俩都发生什么了呀？怎么，想不认账啊？我昨天晚上快睡着的时候还在想，到底要不要报警。你现在报警也还来得及，赶紧的。得行。赶紧起床，一会儿你跟我去趟公司。今天我们搬家，一堆的事在等着我。我跟你去公司干什么？你得跟我签一份合同。签什么合同？我要把魔晶5%的股份送给你。你说什么？你没听错，我要把魔晶5%的股份送给你。我现在手里也只有40%的股份，而且我还要留一部分股份去做 B 轮和 C 轮的融资，所以你不要嫌少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个股份我不能要。昨天晚上是我自愿的，如果你是因为这个，就大可不必了。我也不是这个意思。魔晶是咱们俩的孩子，你一定不能拒绝我。5%的股份是你应得的，这才是最完美的结果。我早就想好，你兑现了你的承诺，我也得兑现我的承诺。我的承诺？你忘了？你答应过我，赢了我们就见面。在我的理解，你就是同意嫁给我了。
哥，账都结完了，也不知道谁把咱们公司那个饮水机的水桶给偷摸拿回去了。那个送水的死活不肯退押金，就剩下了746。回吧。喂。伟大的魔晶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。这剧场千万别拆，以后还能回来忆苦思甜。老大，你真不靠谱！你这一干活你就没影儿，快过来帮忙。大家先把手上的活都放一放。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要跟大家宣布。你们不是一直想知道我在洛菲斯的朋友是谁吗？你们不是一直想知道打入敌人内部的卧底是谁吗？你们不是一直想知道是谁在西藏跟我一起构思出了魔晶吗？答案现在揭晓。平凡又普通，美与众不同，别人眼中的我，谁不想成功，梦醒成英雄，在你眼中我不同。今生只有你看好我，只有你相信我有梦，有你带给我的星空，从未想过离开过。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在左右，陪我从无到有。爱该不该再等候？快将爱说出口，与你相守。
幸好